我在约会时突然收到一条短信，第三者会死于今夜。我没当回事，反正我又不是第三者。结果当晚我和男友亲热时，外面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老公，我回来啦！我一把推开贺琪，你骗我，你有老婆？妍妍，我以后给你解释，你现在先躲一下好不好？不好，我要告诉贺琪的老婆，你老公在外面装单身，已经骗了我3个月。贺琪一边安抚我，一边对外面扬声道：月涵，稍等一下，我在洗澡。我愣住了，颤抖着低声问他叫什么名字？欧阳月涵。这次我不得不躲进了衣柜中，原因很简单，欧阳月涵是我们集团董事长的女儿，如果是别人，我可以自证清白，但是董事长的女儿，我不敢得罪。此时贺琪已经给欧阳小姐打开了门，温柔地问：不是还要去法国吗？怎么提前回来了？想你了吗？他们坐在沙发上，耳鬓厮磨起来，而我躲在衣柜里，连气都喘不上来。突然，欧阳小姐的动作顿住了，她的目光越过贺琪的肩膀，望向后方。那是什么？贺琪的身体僵住了，顺着欧阳小姐的目光望去，餐台上摆放着2个用过的红酒杯。宝贝，你不是说今晚只有你自己在家吗？好吧，我是骗了你。盛行科技的张总来过，让我跟他联合创业。我知道你一直反对这事，所以就没敢告诉你。那个张总根本不靠谱，你如果真想创业，我去跟爸爸说，给你介绍更好的资源。都听你的，我以后再不搭理他了。亲热片刻后，欧阳小姐起身去给贺琪煮梨水。不得不说，她是真的很爱贺琪，身价上亿的白富美，愿意亲手为她做羹汤。煮梨水的时候，欧阳小姐顺手收走了餐台上的红酒杯，但她看到酒杯上有一个残留的口红印。欧阳小姐的目光开始在室内逡巡，有那么一个瞬间，我感觉她看了过来，但下一瞬，欧阳小姐就移开了目光。她温柔地将煮好的梨水端给了贺琪，贺琪喝完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我焦急起来，刚刚贺琪跟我说他会找机会支开欧阳小姐，让我逃走，但现在他就这么睡着了。突然我察觉到了不对劲，因为欧阳小姐开始在地面上铺塑料布，然后她戴上了橡胶手套，拿起了一把刀，干净利落地砍在了贺琪的脖子上。我反应了好几秒才意识到她在干什么，她的动作很熟练，将完整的人体切成小块，接着去了厨房支起了一口大锅。此时我的大脑几乎无法思考我该干什么。对，要报警。我掏出手机，然而绝望地发现它没电了。我从衣柜的缝隙里朝外望去，我看到了贺琪的手机，它掉落在沙发的缝隙里。我可以用贺琪的手机报警。我想要站起来，然而不知何时已经软了的腿让我猛地踉跄了一下，头磕在了衣柜的门上，发出咚的一声响，厨房的剁肉声立刻停了。我想起了那条短信，那条写着第三者会死于今夜的短信。此时欧阳一步一步朝衣柜走了过来，砰的一声响，拉开了衣柜的门，衣柜里空空荡荡。是的，我就躺在衣柜旁边的床底，只要欧阳趴在地上就会看到我。就在我已经快要疯掉的时候，欧阳走了，剁肉声再次在厨房响起。我扑出去，拿起了沙发底下贺琪的手机。贺琪的密码是什么？我输了一次，错误，又输了一次，还是错误。终于在我尝试第3次的时候解锁成功了。然而我的手突然顿住了，按下来的屏幕反着光，映出了2张人脸，一张是我的，一张是我身后的欧阳。他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我身后，直直地盯着我看。你没有收到我发的短信吗？片刻后，我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然而这个沉重的铁器便砸在了我的后脑上。恍惚间，我感到有人在拖动我，还把我扔在浴缸里。你爱他吗？女生极致温柔，但我的手脚都被绑住，不知该说什么。就在我死死地闭上眼睛时，门铃突然响了。欧阳找了条毛巾堵住我的嘴，去开了门。进来的是个男人，他见到欧阳的时候，声音有一丝惊慌：嫂子，你回来了。这个男人叫富安，是贺琪的朋友，就住在楼下。今天我随着贺琪一起上楼时，还在电梯里碰到过他。富安当时的目光来回的在我穿着裙子的腿上逡巡，令我很不自在。我对贺琪说，贺琪只是淡笑：那小子就是好色，不过你放心，我的女人她不敢动。我讨厌富安，但此刻他是唯一有可能救我的人。我拼命伸出脚踢到了洗漱台上，大瓶的沐浴露掉下来，发出咚的一声巨响。富安犹疑地问：嫂子，齐哥在浴室里吗？然后我听到了富安的脚步声，他正在朝浴室的方向走来。然而只走出几步，他就被欧阳拉住了。富安，贺琪出轨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富安尴尬地寻找着措辞，然而下一秒，欧阳从背后抱住了富安。既然贺琪可以出轨，那么我也可以。富安，你不是一直都很想得到我吗？我在浴室里绝望地听着来自客厅传来暧昧的响动，然后是富安猛地掐住了他的脖子。婊子，别想骗我，齐哥跟我说过的，你们这些婊子没有一个可信的。欧阳被富安死死地掐住脖子，嘴里发出垂死的呵呵声。终于他头一歪不动了。富安把欧阳扔在沙发上，冲向了浴室。齐哥。富安撞开了浴室的门，看到的却是被绑在浴缸里的我。齐哥呢？他冲上来，将毛巾从我的嘴里揪出来。我沙哑地喊道：你后面。富安的脸上出现了疑惑，突然他意识到了什么，是欧阳。他想要转身，已经晚了。欧阳已经拿起了刀，锋利的锐器从富安的后背捅入，然后欧阳又拿起毛巾重新把我的嘴堵好，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尸。就这样，我被吓得昏过去又醒来，迷迷糊糊之间，我看到欧阳沉默地站在我对面。你爱他吗？不爱，我不爱他。
这其实是真话，但我不知道欧阳会不会相信。欧阳去客厅拿了杯红酒递给我，喝了。我别无选择，喝下了红酒。10分钟后，我失去了意识。我在河边醒来，我看了看自己身上，衣着完好，甚至口袋里还有我那个已经没电的手机。我像一个疯子般跑到公路边拦车，其中一个司机摇下车窗骂我找死嘛！我哭着说报警，快报警，杀人了。2个小时后，我坐在警察局里，对面为我做笔录的是个女警，她叫顾轩。也就是说，明和集团董事长的女儿欧阳月涵杀死了你的男友贺琪以及贺琪的朋友富安，而你亲眼见证了这一切。经过我们的调查，贺琪和富安现在的确处于失联状态。昨晚2人所居住的小区电路出现故障，所有监控都未能留下，但附近公路上的摄像头仍在工作。监控显示，凌晨2点35分，一辆黑色路虎开出小区。这辆黑色路虎是富安的车，坐在驾驶座的人戴着棒球帽和口罩，无法看清面部。我情绪特别激动，这肯定是欧阳月涵。按照你的说法，他给你发送了第3者死于今夜的短信，但是最后却没有杀你。是的，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无法揣测一个杀人狂的想法。就在这时，他的耳机里传来声响，他淡淡的对我说：“欧阳月涵已经到警局了。”顾轩带我去见欧阳月涵，引路的警察为我们推开门，审讯室里欧阳月涵就坐在椅子上，但我看到他的长相却愣住了，身体克制不住的发抖。这时，顾轩说：“他就是欧阳月涵。”不对，他不是欧阳月涵，他不是，因为这个欧阳月涵长了一张我完全陌生的脸，他们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我叫顾轩，今年是我当警察的第10个年头。陈小姐，这位就是欧阳月涵，我们已经核实过身份了。欧阳月涵生气地向警方投诉：“我根本不认识你们说的什么贺琪、富安，这个女人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呀？随便哪个精神病的指控你们都要相信。”我不得不把陈妍带出来，重新回到审讯室，我的目光落在她的领口。陈妍小姐，你是否有精神病史？我听见陈妍喃喃地说：“我没有精神病，不对，我不确定。”我无奈地看着她。陈妍小姐，您先回去休息，后续需要您配合调查的地方，我们会再联系您。送走陈妍后，我开始查看这个案件相关的资料。贺琪和富安的手机都随着他们本人一起失踪了，但富安家的平板电脑上存有2个人部分的聊天记录，这2个人是认识很多年的朋友。更准确地说，富安是贺琪的信徒。贺琪这人有个特点，他天生就知道怎么讨女人喜欢。还在大学的时候，他就靠外面富婆的供养，在学校里开豪车、戴名表。后来更是在网上开班教学，是国内最早的几个 PUA 大师之一。而富安是贺琪的学生。让女人给你第一次，给你钱，这都不算本事。我能让女人爱我爱到去死，这是 PUA 手段的最后一步，自杀诱导。我能让女人爱我爱到去死，这是 PUA 手段的最后一步，自杀诱导。他们选中的目标叫薛小鱼，这个女孩曾经拒绝过富安的表白，富安要报复她，贺琪成功了，他接近薛小鱼，诱导她。薛小鱼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陷入了贺琪的精神暴力，于1年零8个月后跳楼身亡。从那之后，富安对贺琪更加五体投地。他最佩服的是，贺琪居然能泡到欧阳月涵，而贺琪也并没有因为欧阳月涵这条大鱼就放弃他的海洋，他甚至会带别的女孩回欧阳月涵买的房子里过夜。你不怕被发现？发现了又怎样？欧阳月涵那么爱我，他离不开我的。我对着这份聊天记录陷入沉思，这份聊天记录中的内容和陈妍的说辞是吻合的。陈妍作为一个被贺琪带回家的女孩，她见证了欧阳月涵杀死贺琪和富安的全程。但是当视角转向欧阳月涵的时候，这一切就不成立了。按照贺琪聊天记录里的内容，他是在去年9月份认识的欧阳月涵，但那个月欧阳月涵在纽约，根本没有回国。他是在去年9月份认识的欧阳月涵，但那个月欧阳月涵在纽约，根本没有回国。贺琪说自己和欧阳月涵感情升温，欧阳月涵对他爱到不能自拔的2个月里，欧阳月涵正在和一个娱乐圈男爱豆进行地下恋情。至于昨晚，欧阳月涵则在夜店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观看某当红 rapper 的演出。夜店的监控可以显示他全程没有离开过，没有任何作案时间。我终于明白了那个诡异的感觉来自于哪里，那就是贺琪、富安和陈妍口中的欧阳月涵和真正的欧阳月涵像是完完全全的2个人。富安楼上的那处房子，丽苑1601，的确是欧阳月涵的房产。如果有人冒充欧阳月涵，那么为什么他可以连欧阳月涵的家门都能进去？我突然站起来，打翻了桌上的茶杯。快去查有关欧阳月涵的所有资料。都查过了呀，从去年到现在，他的所有。不够，再往前查，近10年，不对，从他出生起到现在，所有的资料都需要。我意识到这一切的诡异只有一种解释的可能，那就是真的有2个欧阳月涵，而假的那个是被真的那个所保护着的。萱姐，
看这个。说真的，我想过那个假欧阳月涵的来头应该相当不小，但当我真正追溯到源头的时候，他的身份还是让我吃了一惊。上世纪末，一个名叫周强的男人带着他的团伙，在云南边境购买了非法枪支，先是在国道附近实行抢劫和杀人，随后开始绑架儿童，索要高额赎金。欧阳月涵是他们绑架过的最后一个孩子，也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4月18日，欧阳月涵从周强团伙所在的根据地逃出，跑到附近的公路上，被路过的货车司机所救。货车司机随后报警，警方与周强团伙进行交火，周强被当场击毙，其团伙在被捕后均因多项罪名处以死刑，轰动一时。整个团伙中唯一下落不明的是个女孩子，关于她的身份有很多说法，唯一确定的是这女孩被称为周武。彼时因为欧阳月涵年龄较小，出于被害者心理健康的考虑，没有对她做过多询问，但现有的记录仍然指向一个隐约的可能。欧阳月涵之所以能够从不留活口的周强团伙中生还，与周武有极大的关联。小警察站在一旁，脸色也有些难看。我去查看了周强团伙当时留下的口供，有好几个人指认说，周武当时在团队中的工作是分尸和抛尸，因为她是个小女孩，所以就算有目击者发现她在往河里或者垃圾堆里扔东西，也很少会怀疑她。贺琪和富安这个案子处理得这么干净，所以凶手其实是这个周武。我似乎已经离真相更近，但不知为何又觉得雾气更浓。小警察轻声喃喃：可是周武为什么要杀贺琪和富安？我闭了闭眼。你还记得那个被贺琪和富安害死的女孩吗？薛小鱼。我拿出了2张图，一张是这个名叫薛小鱼的女孩的证件照，还有一张是警局同事根据陈岩的描述画出来的假欧阳月涵。2张图放在一起，小警察忍不住惊叫起来：他们长得好像，他们长得好像。神，什么意思啊，萱姐？难道薛小鱼就是这个周武？不是。我摇摇头。其实起初在发现2人的长相如此相似的时候，我也下意识地想过这个可能性，但很快便否决了。2个人的出生地、时间完全不一样。按照时间线，周武应该比薛小鱼大2到3岁，而且薛小鱼的身份资料是全的。他跟着外婆长大，虽然家境贫困，但一直在靠助学金读书，每一年都有相关的档案。再说，薛小鱼已经死了。小警察翻看着薛小鱼的资料，薛小鱼也是个可怜的姑娘，她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她，外婆是她唯一的亲人。在她去世的1年后，她外婆也过世了。我叹气。贺琪的下手目标通常都是这种原生家庭破碎、内心缺爱又缺少社会经验的女孩。突然我想起了什么，周武没有正常的户口，他不可能是薛小鱼的同学或者同事，所以我一直在想，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到底是什么？我有种直觉，这个外婆是周武和薛小鱼唯一有可能产生深度链接的渠道。萱姐，你看这个。我和同事们一起围了过去，电脑上是薛外婆生前去社区医院取药的一段监控，一个女人扶着她，这个女人和薛小鱼长得很像，都是高个子、瓜子脸，眉目清秀。小警察打了一圈电话，冲回来。萱姐，社区医院的护士说，当时有听到薛外婆管这个女人叫小鱼，但我们所有人都明白，这个女人不可能是薛小鱼。这段监控拍摄于去年的春天，那个时候薛小鱼已经死了。这个女人是假欧阳月涵，或者说周武。我叫周武，也不算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周是我义父的姓，我的亲生父母姓什么我并不知道，他们是我义父的团伙。我2岁那年，他们因为想要金盆洗手而被我义父视作叛徒，就地杀死。原本我也是应该死的，但那天我的哭声阴差阳错地帮他们躲过了警察。义父说我忘他，留下了我。在这个团队里，没有人是吃白饭的，大家都要工作，让我给一个小男孩送饭。我把饭送过去，那个小男孩在哭。你别哭，我听见我义父给你爸爸打电话了，你爸爸给我义父60万，然后就来接你回家。小男孩很高兴，他把饭吃了。我完成了工作，回去睡了一觉，然后被人推醒。周武干活了。小男孩死了。我后来才知道，我义父干的事叫绑架。绑架其实也分很多种，他干的是最恶劣的一种，对方给了赎金，他还是要杀人。绑架其实也分很多种，他干的是最恶劣的一种，对方给了赎金，他还是要杀人。我悄悄地把小男孩埋了。其实我知道他已经死了，就算我用刀砍他，他也不会再痛了。但我不愿意，是我骗了他。我觉得很对不起，我能做的就是让他爸爸完整的把他带回家。我回去的时候，义父叫住了我。处理好了？那是我第一次骗义父。他说过，谁骗他，他就会杀了谁。但那个瞬间，我并不是太害怕。我想杀就杀吧，反正也并没有人要带我回家。但是义父没有发现我撒谎。新来的那个也不肯吃东西，你去看看。我去了阁楼，那里有个小女孩，我叫月月。月月比上一个小男孩乐观些。我爸爸肯定会花钱救我的，到时候我就能回家了。你说对不对？我沉默半晌才吐出一个字来。对。他高兴了。你想来我家玩吗？我买了新的芭比娃娃，别的同学都不和我玩，他们说我有公主病。切，我也不想和他们玩。你的衣服好脏啊，没有保姆帮你洗吗？
去了我家，我可以帮你打扮，我的芭比娃娃都是我打扮的。我和月月一起待了3天，阁楼里很冷，我们抱在一起睡觉，那是我记事以来少有的温暖记忆。傍晚的时候，我听到了义父在跟叔叔伯伯们说话。今晚9点去取赎金。我已经知道了流程，月月是回不了家的，赎金一到就是撕票。我一声不吭地回了阁楼，我拿了2个馒头，1盘菜，跟月月一起吃完。她一边吃一边问我，周五，你看过大海吗？没有，我也没有，但我爸爸说暑假就带我去海边玩，你也一起吧。听说大海很美很美的。我听着月月的描述，不出声，直到夕阳如血一样的沉下，天黑了。我看着月月，把你的衣服脱下来。月月惊讶地看着我，一动不动。如果你想回家，现在每个字都要听我的。她似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把她的小裙子脱了下来。我也脱下了我的衣服，交给她穿上。她有点明白了，嘴唇开始颤抖。周五，从楼梯下去，捂着肚子，有人问你，你也不要说话，往东侧的山坡跑，等过了那道山坡就往东跑，那是公路的方向。月月开始颤抖，她都明白了，我已经换上了月月的衣服。月月来拉我，周五，不行，那是我义父，他不会杀我。我撒谎了，对于背叛的同伙，义父要远远的更狠。但是月月相信了，她深吸一口气，捂住肚子向下跑去。我听到阁楼底下传来呼啸声。周五又拉肚子了，看他跑的跟逃命似的。我的心悬在嗓子眼上，我很怕底下突然传来枪声，但是没有，哄笑声很快平息。他们开始打牌，月月逃出去了，底下的人打牌累了。我听到有人疑惑，周五怎么还不回来？一个叔叔出去溜了一圈，回来汇报。山坡后头没人。片刻的沉默，我听到义父说，上阁楼看看。他们上来了，我静静地等待着。那一刻，死亡变成了具象化的东西。我看到了那些被我分尸过的人，还有那个小男孩。对不起。然而小男孩突然消散了。我听到楼下突然传来的枪声，义父在嘶吼，人群乱糟糟的喊，条子来了。我听到楼下突然传来的枪声，义父在嘶吼，人群乱糟糟的喊，条子来了。有叔叔冲上来，他们知道这个时候要劫持人质。我冲了出去，有警员远远地看到了我。我穿着月月的衣服，他们没有对我开枪。我最终扑入湍急的河水中。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天是4月18号，我义父整个团伙被一网打尽，称为418大案。除我之外，所有人都吃了枪子。那之后，我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我没有户口，没有身份，唯一的技能是分尸。起初对身份证查得不严的时代，我能打1.0工，后来查得严了，我开始靠偷窃为生。那天我饿极了，从窗户看到一户人家的厨房里有包子，我决定去偷2个包子吃。我从公共阳台翻进了那户人家的窗户，但我刚刚拿起包子，就听到门响，主人回来了。那一瞬间，我想我完了。418大案里唯一的漏网之鱼，今天因为入室偷包子被捕，但进来的人没有大喊抓贼，相反，他看上去很惊喜。小鱼回来了，怎么样？外婆蒸的包子好不好吃？小鱼回来了，怎么样？外婆蒸的包子好不好吃？这房子的业主是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神志也不太清楚，可能有点老年痴呆。她把入室偷窃的我当成了她的外孙女薛小鱼。我应付了一通，想走，老太太很失落。这么快就走了？我还买了茴香，明天给你包茴香饺子吃。我其实根本不爱吃茴香，但我看着老太太可怜巴巴的脸，鬼使神差的。那我明天来吃。就这样，第2天我走正门进来跟老太太吃饺子。其实老太太的厨艺非常差，最后饺子也是我包的，我没包过，10个里有6个都煮得开了口，但老太太吃得很幸福。小鱼最孝顺了。我突然很生气，这个薛小鱼把自己又老又瞎的外婆丢在这里一个人生活，她到底哪里孝顺了？但是老太太彻底把我当成了薛小鱼，每天一听到我的动静，她就乐呵呵。我每天都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去了。后来老太太去社区拿药，我陪她一起。医生看着老太太管我叫小鱼，也哄着她，但背地里他悄悄问我，你是志愿者？看来他认识薛小鱼。我胡乱点了个头，含混道，老太太把我当成她外孙女了，我也没办法。说完我追问，您认识薛小鱼？她什么时候回家？医生沉默了一瞬，薛小鱼不会回来了，她死了。薛小鱼死在一个叫贺奇的男人手里，在他死后，我代替他陪伴了他外婆最后一程。有一天，外婆带家里的菩萨像，求菩萨保佑这孩子平安顺遂。我突然发现，那一刻她没有叫我小鱼，外婆一直是有时糊涂有时不糊涂的。或许她在某个清醒的时刻已经意识到我不是小鱼，但她没有戳穿我。拜完菩萨的那一夜，我睡得很好。在过去漫长的10几年里，我的睡眠一直相当糟糕。我会梦见义父，梦见那些残缺的尸体，然后在半夜惊醒，冷汗浸透衣服。但那一晚，我罕见的睡了个好觉。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的结局有子弹正中我的眉心，但我并不恐惧，只觉得安宁。我醒来时，外婆已经走了，她在睡梦中去世，离开时嘴角带着很安然的微笑。我处理了她的后事，然后去了薛小鱼所在的那座城市。我吃了外婆很多顿饭，
很多时刻我都会产生错觉，认为自己是真的薛小鱼。可薛小鱼已经死了，我想为他做点什么，我没有别的技能做得特别好的，只有我的老本行杀人分尸。而薛小鱼他恰好有仇人，多么完美的缘分！我没有想到我会再见到月月。其实过去的10几年里，他一直在找我，他长大了，我也一样。你不该来找我，因为我要去杀人了。你要去做什么，我都会帮你。周五，我说过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要去做什么，我都会帮你。周五，我说过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后面的一切都很顺利，我以欧阳月涵的身份和贺琪交往，我们定在这一年的4月18日动手，动手的地点是月月的一处房子，而月月会在这一天全程在外面玩、看电影、聚餐、夜店蹦迪，总之有坚实的不在场证明，人不是他杀的，顶多他不过是一个被盗用身份的无辜者。只是我没想到贺琪的胃口和胆子会那么大。下午时分，我看到贺琪的身边跟了个女孩，是他瞒着我交往的。贺琪一直在跟我恋爱的同时，继续的以单身身份在外面哄骗女孩。我之前已经用各种手段劝退了几个，但数量太多了，我到底还是漏了这个。好在月月认识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叫陈妍，是我父亲的员工。我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看到过对方的简历，于是我拿到了陈妍的手机号，给她发送了短信。一般的女孩如果收到自己是第三者的短信，总会拿出来和男友对峙，但陈妍毫无反应。我在远处眼睁睁地看着她放下手机，然后继续挽住了贺琪的手臂。我起初的反应是极度不解，但慢慢的我明白了什么，而后来发生的事坐实了我的推测。此时此刻，我坐在黑暗中，贺琪和富安都已经死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对面的人轻声告诉我，那个警察顾轩是个很难缠的角色。我没有出声，而是一直看着手机。我和月月有约定，如果平安，每隔3个小时他会用小号发一张照片，但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小号没有任何动态更新。我知道月月被捕了。萱姐，嫌疑人还是不肯做配合。这是欧阳月涵被扣在审讯室的第3个小时，他很平静，喝水放空，饿了还问有没有东西吃，像是打定了主意好时间。我进了审讯室，看着欧阳月涵，你觉得这么消极的拖时间就有用吗？欧阳月涵笑了笑，我不知道顾警官在说什么，能回答的问题我都回答了，任何事都跟我没关系。顾警官愿意把我扣在这就扣着吧，但时间到了，你总得放我走。你们把情况预估得太美好了。入海口的岸边发现了部分的尸体，经过 DNA 比对发现是贺琪的。现在市局已经立案了，周五这次跑不掉的，现在把他交出来是你最后的机会。欧阳月涵看着空白的墙壁，他看起来很平静。我不认识什么周五，我咆哮起来。欧阳月涵，你没有必要卷入这种事，你是欧阳董事长的女儿，你的人生一片光明。欧阳月涵看向我，他笑了笑，格外平静。我读懂了他的笑容，他绝不会松口。我深吸一口气，我们已经在机场、高铁站、出城高速上布控，周五离不开这座城市。他没有身份证，住不了酒店，所以他现在应该藏身在你的某个房子里。你在这座城市一共6处房产，我们挨个找过去，总能找到他。欧阳月涵笑容不变，他像机器人一样重复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关上审讯室的门，站在楼道里，疲惫不堪。小警察上前，焦虑地说：萱姐，怎么办？要不我们向局里申请搜查令吧？我摇头，周五不在欧阳月涵的房子里，不然的话，他刚刚不会是这个反应。小警察喃喃，可是周五在这个城市应该没有别的社会关系了，我们布控已经这么久，他没法公开露面，一定有人在窝藏他。我闭上眼睛，会是谁呢？突然，一个实习生在旁边怯生生地叫我。萱姐，这个实习生刚来不久，日常都是干些不太重要的杂活。我疲惫道：是签字报销的事吗？我晚上再处理。他摇摇头，我闲着没事就去调查了一下陈妍。陈妍的确在高中的时候被送去过精神病院。我没抬头，这个情况陈妍当时在笔录的最后有告知我，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口供无法当作证据。但是实习生的下一句话让我浑身颤抖起来。那家精神病医院在5年前被发现违规，已经关闭了。违规的原因是他们非法对病人进行电击治疗，而这些病人他们其实并没有病，往往是被亲属强行送过来的。同性恋。我猛地抬头，实习生的嘴在我面前一张一合。我去走访了陈妍的邻居，他们说陈妍高中的时候喜欢女生，她的继父说她有病，当着街坊的面扭送去了这家精神病院。我浑身都在颤抖。高中的时候，我喃喃，陈妍的高中叫什么来着？这是这个案件的边缘信息。此前我们虽然调查过，但是没有注意。五中，江城五中。我冲向电脑，打开薛小鱼的资料，高中那一栏写着江城五中。陈妍对假欧阳月涵说，他不爱贺琪，不是保命之下的说辞，而是真的，他真的不爱贺琪。那一晚和贺琪同处一室的2个女人，全是去杀他的。所以此刻窝藏周五的人是陈妍。
周五坐在我对面，所以我和他长得很像吗？挺像的，声音也像。你很爱他吗？这句话从他口中问出过好几次，只有这次问的是对的。是啊，很爱。薛小鱼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女孩。我在学校被霸凌的时候，她挡在我面前，于是那帮人开始霸凌她，他们撕碎她的作业，用胶水灌满她的笔袋。薛小鱼怕我伤心，偷偷把那些东西藏起来，不让我发现。可我还是发现了，我哭得很厉害，要找他们拼命。薛小鱼拦住了我，她抱着我，很温柔地哄我。妍妍，不要去跟那些人浪费时间，我们一起考大学，一起离开这里。我答应了她，但没能做到。高3的时候，我的日记本被继父发现了，于是我被送去了精神病院，等院长被警方抓走，我才被放出来。我没有立刻去找薛小鱼，我不想以这样子见她。我去了复读班，每天学到凌晨，终于考上了大学。那所大学和薛小鱼的大学挨着。我去找她，她真心的为我高兴，然后告诉我她恋爱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找过薛小鱼，她给我打电话，我也会下意识的挂掉。我没有怪她，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后来又过了很久，我终于想通了，我决定去找薛小鱼，我要为之前的冷落向她道歉。但等我到了她的大学，却发现所有人都围着一栋大楼，旁边还停着警车，人太多了，我挤不进去，于是给薛小鱼发消息，我来找你了，你们学校出事了。他没有回我，我回到寝室睡了一觉，醒来后我被告知从大楼上跳下的女孩就是薛小鱼。醒来后我被告知从大楼上跳下的女孩就是薛小鱼。后来我无数次的想，也许薛小鱼是想过要向我求助的。被深度 PUA 的人很难自救，需要外界帮他，但薛小鱼的朋友太少了，高中被霸凌的经历让他在大学也独来独往。我的到来一度让他觉得自己终于有了朋友，可在他想要向我倾诉的时候，我挂掉了他的电话。薛小鱼死后，我正常的上学、找实习、工作，但是不时的会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说我要杀了他。这个声音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终于我行动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人选在了相同的时间和我一起动手。此刻我问周五，你是在什么时候看出我也是来杀贺琪的？周五表情平淡，从你看到那条短信但是毫无反应开始，我就觉得你不对劲。我这种人对杀意的敏感要超过你的想象。等我真正确认是在进门看到那2个红酒杯后，我沉默。是的，我对顾轩撒了谎。其实也不算撒谎，我知道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对警察撒谎的话很容易被看出来，我只是在叙述上进行了一点点障眼法。我看到假欧阳月涵在我们刚刚喝过红酒的厨房里熬了梨水端给贺琪，然后贺琪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这是真实的情况。但事实上让贺琪睡着的不是梨水，是红酒。我在红酒杯里下药了。我告诉顾轩的事情基本都是真的，但我隐瞒了一段，那就是周五在河边抛尸的时候我醒了。周五看到我睁开眼并没有惊慌，他走过来1个小时后去报警。那你呢？他没说话，转身走远。我对着他的背影喊出一个地址，这是我家，你可以来找我。此刻周五坐在我家的沙发上，他给我讲了他和薛外婆以及欧阳月涵的故事，我给他讲了我和薛小鱼的故事。外面远远地响起了警笛声，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了。警察包围了这栋楼，是顾轩来了，他们即将冲进来。而周五干了一件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他一把勒住我的脖子，斩骨刀横在我的颈前。我一瞬间失声，你在干什么？我留了个礼物送给月月，你帮我交给他吧。我突然明白了，周五来我家不是为了躲藏，他其实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了结局，根本没想过逃。他之所以会来，是为了把我摘出去。顾轩迟早要查到我，他会发现我并非受害人，而是杀人未遂的加害者。所以周五来了，这是他要做的最后一件事，那就是把我变成受害人。这是他要做的最后一件事，那就是把我变成受害人。他拖着我一步一步走出去，阳光正好，天气明和。他举起刀刺向我的胸口，同时凑到我的耳边，不动嘴唇地说了一句：一会把事情全推我身上，记住了吗？我看见狙击手的红点在同一瞬锁定了他的额头，那一瞬间我想要大喊，我想喊他不会杀我，但我没有喊出来，那样就枉费周五演这一场了。刀尖刺进我的身体，很痛，我一瞬间面目狰狞。狙击手扣动扳机，那把跟随了周五10几年的斩骨刀掉落在地，他倒下去，脸上带着一种很安心的微笑。我突然意识到，那是他为自己安排好的结局。警察们冲了上来，有人为我披上毛毯，送我上救护车。我没事，我没事，我是被逼的。我一直在重复着这几句话。我怔怔地看着远处，这个连个完整名字都没有的女孩，走入了为自己安排好的结局。傍晚时分，我来到了河边，这里是周五抛尸的地方。沿着这里往下走，我一路走到了入海口，在一处礁石的不远处，我顺着泥土挖下去，终于挖到了一个盒子，那是周五留给欧阳月涵的礼物。我打开了盒子，里面是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上面画了2个肩并肩奔跑在夕阳下的小女孩。周五在那幅画下面写：我看到大海了。我回过头，在我的身后，一轮夕阳即将沉没于海面，带着所有为人知或者不为人知的故事，淹没无声。